这咋办？还能咋办？大法师相召，总不可能装病不去吧？哪怕李长寿此前考虑到了这种情形，即大法师此前并未关注东海龙宫之事，但是他是真的没想到，大法师竟然能够如此自然、淡定且随和，对自己讲出这么一句“等你”。李长寿真的很想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一个“妹子”，再扔回去，但是他还是有理之在的。对大腿实乃是稳家之大忌，这一点小郁闷随手一挥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李长寿立刻起身，先对着东面做了一个倒衣，施展化形术离开地下密室。他一路小跑冲出丹房，对灵娥、师傅、师祖分别用仙石和风雨咒传声，分别叮嘱他们不同的内容，便直接驾云赶去破天宗。跟大法师一起组队，倒是不必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，说不定还能搞几张外挂的体验卡，增加一点先天至宝的使用体验，感受一下那令人上瘾的安全感。就是接下来必须分一些心神在大法师的身边，工作量无疑又增大了许多。按照老规矩，李长寿领了出门玉牌，出了渡仙门，先驾云飞出千里，再施展土遁，全力赶到大法师所在。那是一处不起眼的山坡，坡上绿草如茵，小草旺盛地生长着，并没有什么被滚动压过的痕迹。许久不见，大法师的背影看起来还是如此的普通。大法师静静地屹立于天与地之间，又和天地山水相融，似乎与此地的草木一般，都是在此地一直生长，没有半分突兀。这般境界，倒是不用刻意去确认大法师的身份了。来了。大法师那淡雅含笑的嗓音随风而来。李长寿赶到大法师身后，深深地做了一个道揖，朗声道：“弟子长寿，拜见大法师。”大法师转过身来，笑道：“没打扰你修行吧？”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有些触动，忙道：“哦，并未，弟子只是在思考一些小事。”那就好。玄都大法师抬手抓向李长寿：“走，带你看场好戏去。”李长寿来不及继续开口，玄都大法师已经是握住了李长寿的手臂，拉着他向前一步迈出。瞬息之间，李长寿只觉得眼前流光闪动，周遭景色变幻，随大法师穿云过雾，挪移出了不知多少万里。只是几个呼吸之间，两道身影就出现在了万里清波之上。能见远处天边下方海水有众多身影来来往往，十分热闹。这里已经是东海龙宫正上方。李长寿心底暗叹，龙宫周围的兵力布置也算是他一同参谋安排的，此地也算是布置了天罗地网，可是在大法师这般层次的高手面前完全不够看。李长寿不由得暗自警醒自身，哪怕是算计再多，谋算再深，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实力和背后的大腿。正此时，就听玄都大法师笑道：“你修为似乎又精进了许多，离这金仙应当不远。道基出乎意料的圆满，度过金仙劫已是8、9不离10，不错，不错。”李长寿道：“弟子自不敢辜负大法师所赐之法。”玄都大法师顿时笑眯了眼，随手又在李长寿的身上一点，两个人的身影一同变得如同云雾般虚淡，气息完全隐匿。大法师解释道：“龙族敖乙即将大婚，此地高手众多，截教也有些师叔的记名弟子在此地。你我若无必要，也不必直接现身招惹因果，暂时就施些手段藏匿行踪。”大法师，其实……怎了？弟子的弟子那一具南海海神的化身已经来了此地。李长寿本来想说
他已经把事情安排的大概差不多了，但是话到嘴边，心底立刻警醒：显摆者必被摁，不论功为本分。这是文字经的新篇。宣都大法师负手笑道：你倒是没有怠慢龙族上天之事，本来还想事后训你几句，如此我倒是安心了不少。啊，大法师交代之事，弟子怎敢怠慢？弟子此前这10多年已经帮龙族做了一些安排布置，且弟子得人传信，西方这一次会先攻南海，再攻东海，已动用了深海大妖、3000世界杂牌军，这2张不算太大的底牌。他自不会忘记，在宣都大法师深州可以畅所欲言，所以说这些话也不必遮遮掩掩。哦，宣都大法师顿时笑眯了眼，关注点也是颇为不同，奇道：你还在西方安排了内应，这是如何做到的？李长寿禁不住有些哭笑不得，感情您连文静道人之事都不知道？那也就是说，圣人老爷让我答应文静道人那个要求，您老也被完全蒙在鼓里了呗？莫非您这些年都在兜率宫中打盹了呗？当然这些话也就是在心底吐槽一下，是肯定不能问出来的。大法师，此事曲折离奇，十分的复杂。李长寿斟酌一二，低声道：请大法师容弟子在大婚之事后再详细禀告。这牵扯到了截教与西方，还有赵公明前辈、三霄仙子以及西方的众圣人弟子，也是咱们教主老爷安排之事。宣都大法师不由得含笑点头。那就不必告诉我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李长寿顿时被晃了一下腰，嘴角抽搐几下。大法师这般的洒脱，弟子怕是修10个元会也难修得了。大法师摆摆手，知道的越多，就越会被因果纠缠。既然是老师安排的，那自然有老师的道理。走吧，先混进龙宫再说。你化身既然在此地，可这龙宫此刻哪里适合藏身？李长寿想了想，哦，这水晶宫西北方向一处宫殿侧旁的暖阁中，那个暖阁暂时不会有人过去。大法师，需要弟子用化身接咱们进去吗？不必如此麻烦，让你开开眼。宣都大法师轻笑几声，拉着李长寿的胳膊向着下方直直地坠落。2个人脚下出现了一张阴阳太极图的虚影，周遭的光影变得有些虚无，就像是跳出了此地乾坤，在天地之外行走了2步。李长寿眼前波光闪动，再次看清楚周遭的景物，已经是在他所说的那一处暖阁之内。这就是先天至宝太极图的威能吗？水晶宫大阵如同虚设呀。此地龙族高手数万宾客，完全没有发现有2个人已经悄悄地摸到哪儿了？这里正是敖乙与姜思儿的洞房啊。这里不错，倒是颇为安静。宣都大法师打量着各处的布置，走到那一处大块水晶打磨而成的落地镜面前，屈指轻弹，镜子中顿时出现了淡淡的云雾。稍顷，云雾退去，境内出现了水晶宫主殿中的热闹情形。此时还有2日正式大婚，主要的宾客都已经来得差不多了。单单只是这一座大殿，就有数千身影坐在圆桌矮桌之后，美貌的海女棒女在各处走动，送酒送菜。数百名海女组成的龙宫管弦乐团轮流演奏一曲曲悠扬欢快的曲目。能进入水晶宫主殿入座的，自然都是非普通生灵，要么是修为高深，要么在洪荒名声斐然，要么是龙族长老重臣，或是3000世界中一方势力的重要人物。除了这些，截教金鳌岛来贺喜的那群炼气士自然要安排在主殿，不仅安排在主殿，还要安排在最显眼最靠内的区域。虽然众所周知，截教的圣人记名弟子含金量略低，但一下来这么多，也是大大的给龙族长了脸，连带着
敖乙二殿下的族内威望也提升了一大截。金鳌岛来人虽多，但是称得上是高手的却只有几个，也就十天君来了4位。在龙王身侧的一处矮桌中，有一个面容敦厚、气息凝实的中年道者，让玄都大法师多看了几眼。长寿，你过来看。玄都大法师笑道：这位就是通天师叔的随侍仙人乌云仙，他今日来的应该是一具化身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自然知道这位大佬已经现身，不但知道，这还是他给敖乙的建议，请来了乌云大仙的化身，不为别的，纯粹观礼。但是大法师兴致勃勃，李长寿也只能配合他表演一下。当然了，他不能神情夸张的道一句哇这么神奇啊，那种演技太过于流于表面啊，不走心，很容易就会被大法师给打一顿。李长寿笑道：敖乙是这位大仙的弟子，请这位大仙过来观礼也是合情合理。大法师又道：长寿，你可知乌云仙人这道号是如何来的？弟子自然不知。这也是上古时的趣事。话说那日三师叔在南海一处仙岛讲道，点化众多生灵，突然感觉头顶多了一大片乌云。三师叔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只金须鳌鱼在上方遨游，因为体型太大，根本找不到地方入座。于是在敖乙和姜思儿这一对新人的新房中，玄都大法师兴致勃勃地对李长寿讲起了上古趣闻。李长寿在旁边听得虽然开心，心底却不免有些郁闷。此情此景，李长寿突然意识到了敖乙大婚这场戏，他好像扮演的角色着实是太多了一些。原本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场务，但是回过神来，已经是导演、编剧、投资者、场务，并亲自下场做了其中一个龙套小演员。而此刻因为大法师带他本体来此，他现在是连观众都客串了，自编自导自演也就算了，还自看，这真是没谁了。很快玄都大法师讲完了上古的小故事，继续用这面镜子观察着龙宫各处。在此地除却乌云大仙与几位龙族老龙，能让玄都大法师停下目光注视的，也就只有李长寿的指道人了。大法师突然问道：长寿，你这南海海神之位，老师可有另外叮嘱？教主老爷并未对弟子施下。李长寿心底斟酌了一下，低声道：大法师，弟子这一具化身此时已经算是玉帝的臣子了，玉帝陛下的旨意应该再有几十年就能凝成了。哦，大法师顿时眼前一亮。那你岂不是很快要来天庭了？李长寿沉吟2声，叹道：弟子打算让这指道人去天庭，弟子的本体暂时不过去。弟子奉命拆西方的台，龙族上天之事结束之后，必然是瞒不住，是南海海神在背后算计此事。若弟子贸然以本体现身，怕是会被西方暗中针对的。怎么样，懂我的意思了没有？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在线等一个兜率宫后院邀请函。喂。怎料大法师缓缓点头，笑道：你能想得这般周全，照顾好自身，我十分欣慰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大法师将此地宾客大概看了一遍，李长寿也趁机借着大法师之眼找一找此地是否有混进来的奸细。画面在水晶宫主门一闪而过，似乎混进来了一些奇怪的人影这不重要。很快画面中就出现了今日的主角儿，一身浅蓝色长袍的敖乙。大法师笑道：你这个海神教的二教主，如今都要大婚了，怎么还是少年身形？李长寿顿时一阵无奈，他不想对大法师撒谎，却也不好解释此事，只能够一阵尬笑。还好大法师也只是调侃了一下，
随之便将画面换到了正在某处宫殿梳妆打扮的姜丝儿处。他大婚前的装扮就要准备足足9日，李长寿此前一直想吐槽此事，却忙得没什么机会。大法师奇道：这不是咱们上次见过的那个小鲛人？这个李长寿苦笑道：当时不是那个弟子的仙石毒丹心火烧出了一点差错吗？就让他们2个人情不自禁就有了肌肤之亲。哦，根源还在你这。世间之事当真妙不可言啊。李长寿刚想说话，大法师又眨了眨眼，随手对着镜子一点，现出了海面之上的情形。只见一朵白云自高空落下，其上站着3道身影。最前面是一位身着大红喜袍的清瘦老者，其后跟着一男一女2名金甲天将。这2名天将都散发着金仙境威压，带着一队300名真仙境精锐天兵，朝着东海龙宫落来。大法师笑道：月老，他怎么会来此地？这个算是弟子请来的。月老的身份刚好适合这种场所，来此地彰显天庭之威仪，让天庭与龙族建立初步的联系。李长寿笑道：当然您安排月老来给弟子送神通，已经是在暗示弟子此事，弟子如何能不明白？不错不错。玄都大法师禁不住拍了拍李长寿的肩膀。虽说你这般说，我心底十分欢喜，但我确实没想到这般详细。李长寿刚想继续拍一句马屁，说您不经意间的一个安排，已经是暗合大道之意呀。大法师突然又轻咦了一声，抬手对着镜子一点，这一次画面直接切换到了一处岛屿上，2道身影鬼鬼祟祟地从海水中出来，在此地阵法中躲藏身形。